如果你看过第一期，你应该已经知道这台海信 GX 通过 C 口接上 Mac 的一个大致表现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也完全没有关系，这一期将是独立的一集，你可以从这里开始。上期中一些重要的内容，这期也会简单带到。不过先友情提示一下，这期的内容不算短，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进度条。如果你更希望看到那种2到3分钟就给你结论的快评视频，那你可能会有点失望。所以如果你看不惯长视频，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选你能够接受或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类型来观看就好了。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陪我看完，接下来你会得到几十分钟画面细节拉满、内容密度很高的沉浸式体验。这一期不会只念参数，也不会用那些日常几乎很少遇到的极端场景来给你下结论。我会在聊到硬件的同时，更多的从真实使用的角度出发，把这台海信 GX 放进你日常可能真的会遇到的各种场景里，不管是接上 Windows 打游戏，还是当做影音娱乐的核心屏幕，甚至是当做办公用途的生产力工具，从画面到声音，再到优缺点以及适合人群的分析，一起走一遍这台显示器的完整体验。这将是一个系列视频，后面还会持续更新相关内容。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体验向的视频，这段分享又刚好能帮到你，点个关注留个收藏就好。也许哪天你真的准备换显示器了，再回来翻一翻，会节省不少的时间，也可以顺手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当做参考。顺带说一句，现在有些平台上存在其他人未经授权的转载，这些视频往往画质压缩严重， HDR 效果也几乎消失。如果你想要看到原始画质和高码率的 HDR 或者杜比世界的版本的话，那一定记得认准和关注这个唯一的账号大 V 快飞。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正式进入主题，先从这台海信 GX 接上 Windows 之后的整体表现聊起。临时加入一条重要的更新，就在我这条视频准备发布之前，海信这边推送了1月份的更新补丁。这个补丁里边已经明确表示，现在 HDMI 的 eARC 接口可以支持杜比全景声的直通功能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期视频的大部分内容和测试都是基于旧版本的固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视频中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关于杜比全景声不支持直通的说明和测试结果。因此，当你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些画面或说明与现在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请记得这一点。我们也会在后续的一些视频中，将这些新加入的功能做一个全面的展示和测试，让大家对这台显示器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这台显示器的更多内容，以及新固件带来的这些变化，别忘了一定要关注这个正确的账号大 V 快飞，这样的话，你才能获得最准确的和更新的消息。我现在已经将显示器通过 DP1.4 的接口连接到 Windows 的电脑上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深刻体会到有一个遥控器在切入输入源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方便，不用像其他显示器那样要去按显示器上的实体按钮才能去切换。而且这个遥控器在连接 Windows 电脑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设置去操作显示器上的画面菜单以及调整一些设置，其中也包括在电视界面下进行设置的那个高级菜单，也是可以直接在显示器画面上或者说在 PC 连接的状态下直接呼出的。然后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这个显示器的后面呢，会有一个屏幕也点亮了。这个屏幕就是我的这台 LG C3。点亮它主要目的是因为可能只是看显示器的画面，后面如果是黑色屏幕的话，看着可能比较单调，所以就把这个后面这台 LG C3 当做一个背景墙来使用了。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观感起来会好一些，画面没有那么单调了。可能大家都了解到，这次海信的这台 GX Mini LED 显示器，它带了一颗旗舰电视的9655芯片，在这颗芯片的加持下呢 ，PC 端的画面同样也会被它的算法所增强。而且呢，本身 Mini LED 的显示器，它的这个控光就比较吃算法，所以有一颗运算能力比较强的芯片带来的这个图像的加持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目前来看，在这台显示器上，它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不错的。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发现，那就是我现在用的是 DP 接口去连接 PC， 在控制菜单里边呢，它的这个图像里边的这个高级选项里边有一个超级画质，还有说电视端增强的这些功能是没有办法去打开的。
但是如果是通过 HDMI 接口去连接 PC 的话，就比如说现在我把它切换成通过 HDMI 接口去连接 PC 和显示器，那这个时候这个菜单中的这个高级功能是可以正常去使用的，就像在这里边高级设置，这个国画质、超级画质是可以打开的，同样这个运动补偿也是可以去打开的。所以如果说你真是刚需这个功能的话，那么推荐你还是通过 HDMI 的接口去连接显示器，而不是通过 DP 接口去连接显示器。但是其实我并不太推荐大家在 PC 界面中去打开这个超级画质，尤其是这个运动补偿，因为大家其实可以明显感觉到，我打开之后，我这个鼠标它运动起来就会有很强的这种延迟感，并不是那么的顺畅。而如果说我把这个功能给它关掉之后，它的这个鼠标就恢复到这种特别顺滑的感觉了。所以其实我的理解，这个功能更多的是给看电影，或者说用电视系统去连接电视盒，或者用本身的电视系统去观看电影的时候来使用的。单纯的在 PC 界面下，其实并不太推荐打开这个功能。关于这款显示器，或者说这款电视显示器，它的这些菜单中的一些具体功能，以及在不同场景下推荐的一些设置，比如说游戏、观影或者工作，或者 HDR 游戏的一些详细的设置，我会在稍后的视频中放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不妨先关注这个账号，我们稍后慢慢来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款显示器的音响系统吧。因为大家知道这款显示器它本身是自己带有2个内置的喇叭的，那么为什么我要用音响系统而不是简单的内置音箱来形容这款显示器的声音呢？因为海信 GX 这款带电视系统的显示器，它不仅拥有在显示器里面数一数二的内置扬声器，它同样也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声音扩展空间，为不同需求的用户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仅仅用这款显示器的内置喇叭来描述这款显示器的声音系统，未免有些过于肤浅了。那么下面呢，我就以我个人的体验来分享一下这款显示器的声音系统吧。首先，这款海信 GX 具备了一对相当不错的内置扬声器，虽然单个扬声器的功率只有5瓦，但是它发出的声音呢，在显示器的喇叭里边绝对算是比较出色的一款了，绝不是那种杂牌显示器只是听个响的那种内置扬声器的水平。个人感觉和之前红米的那款 G Pro 27U 呢，它的内置扬声器水平差不多，甚至还略好一些，应该是能接近苹果那款售价1万左右的显示器，是叫 Apple Display 还是叫什么那款显示器。如果跟外置音箱比的话呢，个人感觉能接近100元级别的外置扬声器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它的声场还有它的具体的效果不是那种闹着玩的那种声音，还是可以正常去使用的。如果是工作中呢，用来去监听一些素材的声音，包括剪辑回放，或者说用来看普通电影，甚至玩玩游戏，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这2个扬声器只是一个凑数的水平，应该是完全可用的一个水准。而且呢，这个内置的扬声器呢，它在这个显示器的菜单里边呢，也可以切换不同的声音模式，就像这样，有这么多种这个声音模式可以去选择，来应对不同的场景。而且由于这款内置的扬声器，它本身的效果还可以，对于像一些电脑桌面或者电脑空间比较紧张的用户呢，并且不追求这种极致声音效果的用户，其实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声音的效果有多么的好，有些人只是说不希望一个太差的音质，但是呢也不需要太好。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不用再额外占用空间来放置外置的音箱了，这一点对于追求简洁桌面的用户来说呢，其实是非常的有用的，应该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像我现在在这张电脑桌上，其实基本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设备，如果再找一部分空间来放置一款外置音箱的话，它的音质当然会更好，或者好很多，但是就会看着非常拥挤。所以海信的 GX 这种集成了一对还不错的内置小喇叭的方案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我的。很多时候其实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卖点。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苹果产品的设计也往往遵循了这些原则。那如果有的朋友可能对于声音的要求比较高，那显示器内置的这2个喇叭呢，很显然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那么其实也很简单，在这个声音菜单里边呢，也提供了不同的这种输出设备的选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菜单，像3.5毫米的耳机啊、ELC 啊、蓝牙音频设备啊，还有 USB 音频设备，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当然这里边其实我并不太推荐大家使用这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显示器上带的这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呢，它的用料其实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它的信噪比也不会太好。如果你只是临时用一下，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长期使用3.5毫米耳机的话，那么其实还是推荐你用这个耳机的这个耳机接口直接去接 PC 主板，或者说 PC 的声卡上去进行输出。然后这个音频里边另外2个选项，像这个
蓝牙音频设备，还有 USB 音频设备，那这里边我就不说了。我这里重点说一下这个 HDMI 的 eARC 功能。显示器的这个 HDMI 的 eARC 回传功能呢，其实在我开箱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这款显示器它是带有2个 HDMI 的2.1接口的，其中第一个呢是具备 eARC 功能的，或者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叫回传功能，而且这个回传它是支持40代音轨的，比如说杜比全景声。有了这个接口之后呢，如果你手中有像支持杜比全景声的回音壁，或者带这个接口的一些音响设备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去传输杜比全景声声音的，然后通过你的好的回音壁来发出音质更高的声音。正好我手中有 Sonos Beam 2这套回音壁系统，也可以测试一下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我将海信 GX 显示器的第一个 HDMI 2.1接口和回音壁进行连接，然后声音是可以正常发出的，而且声音的效果肯定是要比显示器自带的2个喇叭要好得多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里可以简单听一下它们的简单对比。声音可以发出来是没有问题的，说明声音的回传功能是可以生效的。然后呢，我还想看一下这个接口在播放杜比全景声片源或者支持杜比全景声游戏的时候，它回传的声音是否是真正的杜比全景声。所以呢，我就稍后会打开回音壁的软件 APP 去查看一下。然后我先在 Windows 里边下载了杜比全景声的这个软件，然后运行一个支持杜比全景声的游戏。然后我可以发现，在 Windows 界面下，这个杜比全景声是可以激活的。但是当我打开回音壁软件的时候，我发现它显示的是 PCM 的格式，而不是杜比全景声的格式。这个说明这个 HDMI 2.1接口它输出的声音并不是透传的或者说直通的杜比全景声的声音，而是传输的是 PCM 的信号，然后 PCM 的信号传到杜比全景声的回音壁里边，通过回音壁去模拟成杜比全景声。这就之所以在 Windows 平台中，在进入这种杜比全景声游戏的时候，在游戏的启动画面里边，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杜比全景声已启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些矛盾，所以我的猜测应该是目前显示器上的这个音频回传的接口，并不支持杜比全景声的透传或者叫音频直通的功能。目前还是先转换成 PCM 的音频格式输出给回音壁，然后再模拟成杜比全景声播放出来。它的效果和音频直通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么在 Windows 里边是这样的，在显示器原有的电视系统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又去测试一下显示器的系统，好像结果是一样的。在我的回音壁的软件 APP 中都可以看到，它是输出的音频是 PCM， 那就意味着它都是先转换成 PCM 的格式，然后再模拟输出成杜比全景声的格式。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就问了一下海信的客服，得到的结论和我想的是一样的。目前的 GX 固件只支持 PCM 格式的输出，但是1月份会有新的固件升级，升级后呢将支持杜比全景声的直通功能。到时候新固件升级完之后，我也会第一时间去进行测试，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在这个新的固件里边，当我们打开声音，然后看这个声音输出设备，如果选择这个 HDMI eARC 的话，它在下面多了一个音频输出格式，这里边有自动 PCM 透传 ，PCM 就是之前的方式，然后这里边等于新加了一个透传的方式，也就是直通的方式。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杜比全景声的这个回音壁去连接的话，就可以选择直通的方式。然后稍后我会去试一下，打开一个杜比全景声的游戏或者电影，去看一下它是否可以进行直通了。这个在之前的固件中是不行的。这个杜比全景声的图标是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PP 里边，它是不是杜比全景声？这个应该现在已经是了，之前是 PCM 嘛，我现在改成杜比全景声的透传之后，它现在是杜比全景声可以显示出来了。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那在这些细节方面，其实要关注的点还是挺多的？那么其实也是想问一下大家，连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不放过的频道，难道不值得你的一键3连和关注吗？那么也请不要下次一定了，就这次吧，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点赞关注。所以在声音方面，虽然目前来说还略带遗憾，但是它的扩展性和本身自带的小音箱的素质其实都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呢，它不仅仅是支持杜比全景声，我看后边还写着是支持 DTS:X 这一种次世代音轨，当然这种片源可能比较少。
而且呢，这个音频格式很多设备也是不支持的，但是海信的 GX 它是支持的。这些呢都要等到新固件升级完之后，我都会进行一一的测试，并且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频道哦。声音功能聊得差不多了，那么下面呢，我再聊一聊这款显示器的它的主页，就是图像和画面效果。我会分为游戏、影音以及日常使用等几个不同的场景来分享一下我的不同的体验。我们先来过一下这款显示器的一些基本参数吧。海信的 GX 显示器，它是一款27寸的 4K 8:10比特的双模 Mini LED 显示器，当然它也有32寸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也可以选择。它支持160赫兹 4K 分辨率或者320赫兹的 1080p 分辨率，也是海信第3款采用黑曜屏技术的镜面屏显示器。海信的黑曜屏具有低反射纳米涂层，而且仅有 1.8% 的反光率。因为搭载了 STW 的视觉补偿膜，所以呢，即使在侧面观看屏幕，也不会发现有明显的亮度和色度的衰减，不会出现像一些其他型号从侧面看会有明显的发白现象。并且这款 GX 显示器呢，它采用了玻璃基的灯板，来更好的呈现画面效果。在这款显示器上，它拥有2304个背光分区，比之前的我那款 G7U 多了1倍。理论上呢，应该会有更好的画面表现力和冲击力。同时呢，如果你对颜色有自己的理解，想要自定义颜色，海信 GX 也提供了6轴色彩 DIY 的调节功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个性化和风格化的调整你的颜色，就像在修图软件中调色一样简单。在亮度上呢，这款显示器和之前的 G7U 一样，它是支持 HDR1400，标称的最高亮度呢，同样是可以达到2000尼特甚至更高。因为实际上它的最高亮度根据不同的画面选项调节，可以达到比2000尼特更高的水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海信它标的亮度过于保守了，并且它也具备了多种亮度映射曲线可以去选择。我大概测试了一下这些曲线，我感觉这些曲线绝对不是一个摆设，我后面会提到。而同样的，这款显示器它的色域覆盖也非常广，也提供了不同的色域供不同的用户去进行选择。在显示器的菜单中呢，我们其实可以很轻易的去切换这些色域，而且它的色温也是可以自由调节的，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来定义不同的画面显示效果。所以这款显示器无论是游戏、观影或者用来日常的办公，其实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选项的。在游戏方面呢，海信的这款 GX 它获得了 FreeSync Premiere Pro 的认证，可以消除游戏画面的撕裂和卡顿，并且带来了低帧率的补偿，让游戏画面和操作会显得更加平滑。而且这款显示器它也带有丰富的游戏辅助功能，比如说像放大镜、瞄准准星等等在 FPS 中可能用到的，还有一些其他游戏中有可能会用到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呢，都可以通过遥控器在菜单中直接打开，非常的方便。在护眼方面呢，这款显示器也提供了全程的 DC 调光，并且通过了莱茵的 TUV 低蓝光认证，可以很好的缓解眼睛疲劳，更加的护眼。同时，因为这款显示器它带了一个光线传感器，就在右下角的位置。如果开启了这个功能的话呢，显示器就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实时感知环境光，然后自动的调节屏幕亮度，避免出现在低亮度的环境中呢，显示器突然出现亮瞎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还算是比较周到。那么上面这些呢，是关于这款显示器的一些官方公布的参数，我们刚才也是快速过了一下。然后下面呢，是我在使用这款显示器的时候，对这款显示器的图像以及它的画面表现力上的一些个人的感受。这些感受应该都是我本人比较主观的一些感受，有可能未必和你看到的或者说你的感受完全一致。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感受会有不同的地方，请毫不犹豫的以你本身的感受为准，这些下面的内容就当做一个参考吧。首先，这款显示器在刚发售的时候呢，有很多用户反映这款显示器在显示暗部画面的时候会有这种发绿的现象，而在反馈给海信的工程师之后呢，海信也进行了及时的处理，对已经售出的有暗部发绿现象的这些显示器呢，也进行了更换。回厂之后应该也是重新进行了校色。那么后面批次的机器都是校色好之后的机器了，应该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里也不得不说，海信的处理速度和售后速度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用户反映在某些屏幕上可能存在着屏幕均匀度不太好的问题。我也看了一下我这台，我这块屏幕好像并没有观察到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有，但是不明显。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也有可能是每个人关注的点是不同的。我这里因为也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评测，所以说呢，大家有可能观察到的现象和我是有区别的。
我仅仅是基于我目前的观察，还有我的实际体验得出的这个猜想。目前来看，其实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分的一个担心。游戏方面，海信的 GX 显示器它标称的是 3A 原画显示器，顾名思义，就是这款显示器从海信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目标群体其实是应该那些玩 3A 游戏大作的玩家群体，就比如像我。所以用这款显示器来玩游戏，应该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这款显示器优势的主要的使用场景。而作为一款宣传主要面向游戏玩家的显示器呢，海信其实不单单是在口头上的一个宣传，它在显示器的菜单上呢，也做了一个专门的游戏模式，将一些常用的功能集成到这个菜单中，方便游戏玩家在这里边可以进行统一的设置。这一点可以看到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我们给海信点赞。而在一些支持 HDR 的游戏场景中呢，这款显示器的光影效果以及动态表现力都可以算是 Mini LED 中第一梯队的存在。由于支持 HDR 1400的标准呢，它相对于普通的 HDR 1000的显示器呢，可以看到更多的高光细节，并且由于搭载了这颗 MediaTek 应该是 MediaTek 965的芯片，这款显示器的控光算法也更加接近电视上的图像算法。高光处以及在阴影处呢，都可以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图像效果，并且这些图像的表现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在丰富的菜单调整选项中呢，选择自己喜好的风格，比如说控光等级，或者一些其他的画面的效果，比如说像这个区域控光、峰值亮度、色温、白平衡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菜单中去进行调节。如果需要呢，还可以在这种游戏中去打开 HDR 的暗部增强的一个功能，就是在这个里边有一个暗在线，可以根据需要去打开一个暗部增强的功能。而且这款显示器呢，它也同样继承了在我们之前 GPU 上去看的时候，它有一个色温，在我们现在 HDR 的场景下，现在是一个 HDR 的场景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色温也是可以自由去调节的。这个的话，可能在很多显示器上都是不具备的，但是这款显示器它是可以在 HDR 的场景中也是可以去自己去自由调节色温的，这点也比较好评。既然提到了这个 HDR 的功能，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海信 GX 这款显示器中，它的 HDR 里边是可以调整3个亮度曲线的，分别是标准、明亮和动态。标准呢，其实就是一条很标准的 PQ 曲线，应该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然后这个明亮呢，据我的观察，它应该是提高了画面中中部和高阶亮度的一个亮度，低亮度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它的这个对比度会更高，然后画面整体上也会显得更亮。而菜单里的这个动态的选项呢，我觉得也是这款显示器里边最激进的一个选项，它其实是通过芯片的算法来计算它的亮度，然后去和这台显示器的最高亮度去进行一个匹配，带来了最高的亮度和更好的对比度，也同样带来了更强的画面冲击感和视觉体验。如果说你想体验这种极致的画面表现力，还有这台显示器的亮度上限，那么你选择动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也分别放一下它选择不同的一个亮度的一个变化，大家可以自行去看一下。我再换一张图，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我换一个图，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亮度曲线，选择不同的选项，它对画面的一个影响是有怎样的。这个是标准，然后这个是明亮，然后这个是动态，其实变化还是挺明显的。不知道大家通过这个平射画面是不是可以了解到这种亮度的变化。个人觉得这个动态的效果感觉上比较的画面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好，而且它会更亮。在一些亮谱场景比较多的游戏中呢，在开阔的场景下，画面中这种阳光的感觉可以在这块 Mini LED 中得到极致的体现，这种感觉在 OLED 的屏幕上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也正是这种画面才是发挥这款 3A 原画显示器的优势场景之一。场景中的阳光温暖的感觉，地面和树叶上的反光，水面上的波光粼粼，都可以在海信的这款 GX 显示器上得到完美的呈现。而且这种亮度的呈现呢，并不是以牺牲对比度作为代价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比度仍然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并没有那种画面发灰的感觉。同样的场景呢，在 OLED 的显示器上就会表现的可能会像阴天一样。当然，这个也是由于 OLED 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我这里呢还有一些其他游戏画面的评摄，大家可以自行观看。通过这些简单的游戏画面的评摄画面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在9655芯片的算法和2304分区的双重加持下呢，这款 GX 显示器在游戏方面的性能确实对得起影游巅峰、专为3A 游戏大作而生的这个头衔。背光延时的优化呢，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缺陷。
并没有重蹈之前在 G9 显示器上翻车的场景，这点还是值得欣慰的，没有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2次。对了，因为这是一款双模的显示器，所以这款显示器也同样支持 1080p 320赫兹的模式。对于竞技玩家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刚需，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切换。不过由于我自己平常很少玩竞技类的游戏，所以也就不测试了。显示器上一些其他的辅助功能呢，大家也可以自行去打开去看一下，可调节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影音娱乐的体验，在观看视频和电影方面呢，在线的这些视频网站的画质，因为存在平台的压缩，可能往往并不能体现这台显示器的全部实力。不过也可以大致当做一个参考，本身镜面屏比较通透的优势呢，也可以略见一斑。我找了几段 4K HDR 的视频，大家可以慢慢观看。其实在一些非极端的场景下呢，由于优秀的控光算法的介入，以及更多的控光分区的加入， Mini LED 显示器常见的这个光晕问题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很难发现。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平常观看的视频或者电影，基本上这种极端的场景可能并不多，就算是有，其实在整段的视频中，可能也占的时间很短，并不会说出现大段的这种极端的场景。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天天把这种光晕的放在嘴边，一切还是以实际的真实体验作为参考吧。如果非要拿着手机，然后用自动模式去拍出来照片，说这个光晕问题比较严重，那其实真的是意义不大。就算是素质非常高的苹果 MacBook Pro 上面的那块 Mini LED 屏幕，在一些极端的场景下，同样也是无法避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对光晕非常的敏感，那就直接去入手 OLED 显示器就可以了。但同样的 ，OLED 显示器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亮度、ABL 等问题，你也必须要接受。如果对于这个在线的视频的画质不是特别满意，想要去看一些下载的 4K 圆盘或者 HDR 的高清片源的话，那么也可以在 Windows 下去进行播放。但是好像在 Windows 下，它这个杜比世界是有一些问题的，具体这里也就不过多测试了。但是在 B 站上，如果说你打开哔哩哔哩 B 站上，它的这些杜比世界的片源你是可以直接观看的。如果真要去看下载的这些高清 HDR 或者杜比世界的片源，还是推荐在海信的这款电视系统中去进行观看。在我们的电视系统中，这个我的应用里边有一个媒体中心，你打开媒体中心就可以去选择你的 U 盘，或者说你家中的一个 NAS 存储，去看里边的一些片源。电视系统中呢，拥有更加强大的一个解码系统，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观看体验，也同样可以更好的利用上显示器自带的这颗9655芯片的一些画质加成和额外功能，比如说插帧啊等等这些功能。然后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都是正常打开的。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杜比世界的片源里边，它的这个图像模式里边，关于杜比世界有不同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它默认的是这个杜比世界 IQ， 如果我们选择杜比世界柔和，它的画面风格是不一样的。同样这种杜比世界鲜艳也是如此，它会带来不同的一个画面观感，这些在电视系统中会更加的方便去切换。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在电视系统中去看一些下载的蓝光圆盘或者一些更加清晰的电影。日常使用体验，首先如果你买这款显示器是用来做日常办公或者说浏览网页的话，那其实并不是太推荐选择这款显示器，并不是因为这款显示器它不够好，而是因为它的很多功能有可能你是用不上的，那无形之中就是一种浪费嘛。如果你对镜面屏情有独钟的话，那其实可以看一下海信之前发布的那款 G7U， 那款基本也就够用了，而且它的价格也会更加便宜。具体的话可以看我之前发布的那款使用体验的一个视频，是关于 G7U 的。当然如果你不考虑价格，或者只是兼顾一下办公的属性，那么这款 GX 显示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图像选项里边有很多设置是可以进行设置的，比如说像图像模式，你可以选择标准、观影、体育、阅读等等，这些都会带来一些参数的变化。我们还是回到标准，然后尤其是这里边有一个选项叫做色彩空间，这个色彩空间可以根据你的不同用途来进行切换。那我们看一下这色彩空间里有这么多色彩空间，从 sRGB、BT709、BT2020、DCI-P3、Adobe RGB， 还有一个显示器的原生色域，这些都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进行切换的。我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几个色域是一个是这个原生的色域，然后还有这个 DCI 的 P3 色域，然后还有一个 BT2020 的色域。
当然，这个 BT 2.20的色域它必须要打开 HDR 的时候去使用，才能显示颜色会比较正常，否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会有点发红。这里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这台显示器的 DCI-P3 这个色域没有这么的发红了，相对于之前的 G7U， 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觉，还是海信这边重新进行了一个校色，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可能用这个 DCI-P3 的色域会比较多一些。而且这里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发现吧，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原生的色域，就是当你选择这个色彩空间是这个 NATIVE， 就是原生色彩空间的时候，它上面这个伽马值大家看到没？这个伽马值是可以去进行调整的。它默认是 2.2， 你可以调成 2.0 或者 2.4，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用 2.2 会比较多，输出视频的话。而如果说我们这个色彩空间是选择其他色彩空间，比如说我们这个 DCI-P3 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伽马值它是灰色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选到，而它的伽马值还是 2.2。而如果说我们是选择 sRGB 这个，那这个伽马值是 1.8， 也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设置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点吧。这个我也会在节目的最后呢放上一张表格，来把它的不同的色彩空间和它对应的伽马值去列到那张表格中，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说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会比较喜欢用 sRGB 这个色域，因为这个的话，之前是它输出的很多内容是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接去进行传播的。而很多显示器，如果说你选择到 sRGB 这个色域的话，它的这个亮度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整的。但是海信 GX 这款，你就算选择到 sRGB， 它的亮度也是可以去进行调整的。不知道这一点对于习惯去使用 sRGB 的用户算不算是一个优点？另外，如果说我用来做视频剪辑，或者去监看 HDR 的画面，或者说做一些非严谨性的调色，那这个时候这款显示器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里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像白平衡也好，或者说色彩空间、亮度、对比度、清晰度，所有这些调节画面的选项，可以让我去调整这个显示器的一个画面，符合我的一个需求。然后在这个新固件里边，在图像里边新加入了一个叫做伽马校正的选项。这个选项只有在 SDR 的模式下才能出现，就是可以看到现在我的图像模式是 SDR， 不是 HDR。在 SDR 模式下，伽马校正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这个选项都是新加的一个选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调整，相当于这个显示器的图像调整功能就更加强大了。这个如果在 HDR 情况下，如果你现在是 HDR 的显示模式下，这个伽马校正你是没有办法去调节的，只有在 SDR 才可以。OK。另外，这款显示器它也同样是和 G7U 一样，是支持 KVM 功能的，可以通过一套鼠标和键盘去控制2个信号源。这个对于办公和娱乐兼顾的这些用户呢，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就比如我想既玩游戏，又想有些时候去做一些办公的操作，有这个 KVM 的功能的话，会非常的方便。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这个遥控器是支持语音控制的，可以通过摁住遥控器的这个语音按键实现很多功能，比如说切换输入源，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内容，它支持的功能还是挺多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另外，如果说你家中有Apple TV，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安卓的电视盒子，或者一些国内的电视盒子，也可以通过 HDMI 的接口来和这款显示器进行连接。连接完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款显示器去看这个电视盒子中的内容，包括一些在线流媒体的内容。我在这里也测试了一下和 Apple TV 去进行连接，连接完之后呢，可以打开里边的流媒体内容，并且呢去看里边的一些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一些资源。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是可以正常去点亮的，没有问题。如果你想连接音响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自己去测试一下。那我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总体来说，海信 GX 显示器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款显示器，它在很多细节的设计方面注入了很多心血，而这些细节方面的投入呢，如果你只看参数，可能是很难去体会到的，但在真正使用的时候，你会真真切切的会被爽到。
所以我后面如果有时间也会做一下它和海信 G7U、红米 G Pro 27U、LG 的 C3 以及我手里的这台苹果 MacBook Pro 上面的这块顶级 Mac Mini LED 屏幕做一下对比。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的账号，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相关的视频。那么虽然它优缺点都有，但是总体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海信 GX 这款显示器算是一款比较成功的产品，它的产品力还是相当可以的。先说一下它的优点吧。首先，它的底座使用了之前海信 G9 上比较受好评的这款6边形的底座设计，舍弃了像 G7U 的那款非常浪费桌面空间的 V 型的设计，这点要给好评。第二点呢，就是它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几款镜面屏的显示器之一，同时呢，它还搭载了旗舰电视同源的9655芯片，以及海信旗舰电视上的同款的控光系统，并且采用了旗舰电视的同款的黑曜屏，配合上海信自研的这种超解析算法，在极高的亮度和调教不错的背光系统的加持下，这款显示器呈现出来的画面是非常棒的，而且是非常的有质感，尤其是在一些 HDR 的使用场景下，可以看到更多的亮部的细节的同时呢，又没有丧失它的对比度，画面的立体感非常的强，并没有出现这种发灰发白的现象。Mini LED 的高亮度的优势呢，在这款显示器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我们之前也提到，它是支持 HDR 1400，最高2000尼特，甚至实际表现大于2000尼特的亮度表现的。而且它的黑位呢，表现也是不错的。由于这款显示器海信的调校比较出色，在大多数的场景下呢，它显示出来的效果其实并不输于 OLED 的显示器。第三点呢，就是说因为这款显示器它有这种 STW 涂层的加入，应该是叫 STW 吧，所以从侧面去看这款显示器，它的画面仍然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视觉观感，并没有出现像某一些显示器从侧面去观看几乎是没有办法去看的那种现象。接下来呢，就是这款显示器它的控光分区也从之前的 G7U 的1152个上升到 GX 的2304个分区，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因为分区数量的增加导致翻车，没有出现 G9 的那种背光翻车的那种问题，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去选择。然后下面一点呢，是这款显示器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色彩空间的选择，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用途去选择对应的这种色彩空间。就比如说我在玩 HDR 的游戏或者去看 HDR 的电影的时候呢，去选择 BT2020 的色彩空间。如果说是日常办公的话，我大概率会选择 DCI-P3 的这个色彩空间，就像这样。然后下面一个优点呢，是这款海信的 GX 显示器带了一个电视系统，然后这个电视系统呢，它本身操作的界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的流畅的，而且呢，这个电视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摆设，它也同样去支持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还有 DTX-X 这个次世代音效，以及一些国内视频网站它独有的一些高画质的模式，具体名字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了。而且呢，如果用这个电视模式的媒体播放功能，像在这个里边，它这个媒体播放功能也可以去看你家中这个 NAS 里边的一些影片。我通过它去连接家中的 NAS， 然后观看 NAS 中存放的一些电影，包括一些码率比较高的电影，都是可以完美的去进行播放的。就比如说像这样，并且呢，它的画质也可以通过海信的这颗自带的芯片去进行一个加强，非常的方便快捷。这样的话，我其实如果说只是用来看视频或者电影的话，我其实根本不需要再连接一台额外的 PC 或者小主机了，单纯用它就可以自己完成看视频的一个工作。另外，除了自带的这些软件之外呢，它还支持自己去安装一些 APP 的功能，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需要，就像一些其他的电视一样，去安装这种安卓的电视端的 APP， 都是可以在这里边直接去进行安装的。相信这个功能呢，对于一些空间比较狭小，同时呢又渴望拥有电视和显示器的朋友，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下一个优点呢，可能看起来它只是增加了一个很小的配件，就是说这个遥控，但是它带来的这种使用体验上的满足感呢，是非常强的。在这个操控性上呢，由于这个遥控器的加入，让调节参数和更改参数，包括调试，也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就像这样，我直接就可以点开菜单了，就可以去进行调节了。这个功能可能只有说你用过之后，才能深刻体会到用遥控器去调整参数，它的这种方便程度实在是太爽了。而且用过之后呢，你是真的不再想去按显示器后边的那个调节按钮再去进行调节了。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 PC 的界面，它本身 PC 它是显示器端，它的这个界面，像这个界面它是显示器的一个本身的调节界面，PC 端的调节界面。但是如果说我在这种 PC 端的话，我如果想用这个电视端的调节界面，也是可以通过一个按钮，这样就直接把它呼出了。这个菜单大家可以理解成是刚才那个显示器菜单的一个高级版本，而这个高级菜单的话，只需要通过摁这个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键就可以直接呼出。相对于之前另外一款带遥控的显示器，它这个功能上看似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接下来的一个优点呢，就是这款显示器它自带的这2个内置的音箱，它的发音的素质要在所有的显示器喇叭里边绝对属于第一梯队的，而且呢，它绝对不是一个摆设。对于如果说想节省桌面空间，又不想做太多妥协的这种用户来说的话呢，这对内置的音箱是绝对 OK 的。而且呢，因为显示器的第一个 HDMI 2.1 的接口还支持音频回传 ARC 的功能，可以连接家中的回音壁等设备来获得更好的音质。虽然目前这个输出它还是有一些 bug， 是它的固件还没有进行一个更新，在更新完之后呢，这个 HDMI ARC 的功能就可以去直接透传或者直接去直通杜比全景声。我们可以在1月份更新完固件之后呢，我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所以大家也别忘了去关注这个频道。然后下面一个优点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勉强，但是我们就算做它算是一个优点吧。就是这款显示器它的一个配置的接口，首先它的接口是比较全的，从 HDMI 到 DP 接口，还有 Type-C 接口，而且呢，这个 Type-C 也是支持反向充电的，可以连接 MacBook 的笔记本，作为一个电源的输入。但是就像我之前视频中提到的，它这里边的一些接口实际上是做了一些阉割的，那我在后边的一个不足点中也会提到。那么我们来说说这款 GX 显示器我发现的一些不足吧。首先要去说一下，其实任何一款产品它都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任何一款产品它都是具备优缺点的，而且有些时候同样一个属性，它既是优点，也同样它有可能是缺点。所以下面的一些缺点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吧。第一点就是这款显示器是镜面屏，首先镜面屏本身它确实是比雾面屏更通透一些。但同时呢，镜面屏其实也存在对使用环境有一定要求，它比较怕正对屏幕的窗户或者后方有这种强的背光，因为这样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反光，所以要将这个环境光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尽量避免这种直射光到屏幕上，并不是因为它的亮度不够，而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反光的话，会让在屏幕上出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倒影，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同样还是这个屏幕，因为它本身是具有抗反射涂层，所以呢，在擦拭和清理的时候呢，会比普通的雾面屏更困难一些，因为它是属于镜面屏嘛。镜面屏的话，就会更容易出现这种可见的划伤。如果说你手里有苹果的 MacBook Pro， 它的一个镜面屏，相信你能理解我说的这种情况。它的那个屏幕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清理的。海信在这个包装盒里边呢，也附带了一块专用的擦屏幕的布。这也其实侧面反映了，就是说这块屏幕它是比较娇贵的，所以在清理屏幕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下面一个缺点呢，也是刚才我在优点的最后一条中提到的，就是 GX 这款显示器，它虽然配备的接口比较齐全，但是在一些接口上呢，其实是做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阉割，可能有些人没有发现。比如说它的这个 DP 接口，从之前的 GQ 的 2.1 变成了 DP 1.4 的接口。然后这个 Type-C 的接口呢，虽然最高是支持90瓦的反向充电，但其实也是做了一定的阉割。具体的情况可以参考本视频前面我对于这个 Type-C 口的一些功能上的一些测试。我猜测这些阉割主要原因是它的 DP 口和它的 C 口其实是通过这颗电视的9655芯片转换来的。它这颗芯片默认应该是支持4个 HDMI 2.1 接口，所以它是由2个 HDMI 2.1 接口转成这2个接口的。而在转换的过程中呢，可能必然会导致这种性能的损耗，所以最终就变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了。不过即便是这样，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尤其是 DP 1.4，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是完完全全是够用的。如果你真的是刚需 DP 2.1 的接口，或者说你刚需无任何阉割的这种 Type-C 接口，那么其实你如果还想选择镜面屏的话，也可以去选择海信的 G7U 这款显示器。
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还会更便宜一些。然后下面一个我想到的缺点就是这款海信的显示器它本身的品控，个人感觉还是需要加强的，尤其是在首发的时候，有一些用户反映出现一些，比如说暗部场景变绿啊，或者相关的这些情况。其实这些情况应该是在出厂之前就要测好了之后才能去出厂的。本身这款产品的，我个人感觉它的产品力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就由于这种品控原因，如果导致了销量的下滑，其实对于海信来说也是非常得不偿失。好在新的 P4 里边，大家的反馈好像普遍比之前的 P4 品控要好很多，也希望海信能这样一直保持下去，不要出现这种品控的比较大的问题。那么下面是关于海信 GX 这款显示器个人的一些购买建议，以及它适合的一些人群以及不适合的人群都有哪些。首先这个购买建议，个人来说它比较适合你喜欢镜面屏的通透，同时呢对于使用环境的光源位置还可以自由把控的用户。其次呢它也比较适合游戏和影音娱乐为主的用户。再有呢，它比较适合电竞和3A 游戏的玩家，尤其是希望享受优秀的 HDR 体验的这些用户，因为他们可能对于 HDR 的这种需求会比较强。同时呢，因为这款显示器它有一个出色的 HDR 效果，所以对于追求高画质，或者说去一些需要 HDR 监看，比如说需要去制作 HDR 视频的内容创作者，它也是比较适合的。另外呢，它也比较适合希望一款显示器可以有丰富的自定义的调节功能的用户，因为我们也刚才看到了这款海信的 GX 显示器，它的这个调节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完全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去自定义自己喜欢的这种风格化的设置，不管是图像还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设置。然后这款显示器它也比较适合有一些用户，他可能需要有一个电视功能，并且可以通过遥控器去操作的用户。因为有一些用户他可能除了需要显示器的功能以外，可能他也需要在平常不开电脑的时候呢，可以去当一个电视去看。这款显示器其实就可以完全满足他的需求，而且呢，因为有遥控器的操作，无论是在电视界面还是在显示器的界面，其实都是对于操控上来说的话非常的友好。那另外呢，这款显示器其实就跟上一条也比较相似，就是比较适合如果说你的电脑桌的桌面空间比较有限，不太方便再额外去放置音箱了，那么如果你买了这款 GX 显示器呢，因为它本身就有一对相对来说在显示器中还不错的内置音箱，所以说呢，如果你也不想对于声音过分的妥协，那么完全可以买了这台显示器，直接用它内置的这对音箱来进行日常的，无论是游戏还是观影，甚至办公，都可以完全去满足你的需求的。那么这款显示器它不适合哪些人去使用呢？首先，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有限，并且你只需要它的办公功能，并不需要它的额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额外的加成的功能，那么其实你不太需要去选择这款显示器。如果你还是需要镜面屏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海信的 G7U， 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中也提到过。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纯粹的显示器，不需要这个额外的智能系统。因为这款 GX 显示器它带了一个电视系统嘛，那其实这个电视系统对于有些用户其实它是不需要的，所以说这些用户可以不用太去考虑这款这款显示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些用户不管是由于环境的原因，还是由于本身的喜好问题，他可能不太喜欢这种镜面屏，因为确实是镜面屏，如果说你没有把光线控制的比较好的话，很容易在这个显示黑色背景的时候，它在显示器上会呈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坐在前面的用户的这个倒影，也包括显示器前面的这些物体都会清晰的显示在显示器上。所以如果说你不太喜欢镜面屏的显示器，那么你可以不用考虑这款显示器了。然后下面一种用户也不太适合这款显示器，那就是如果说你对于 Mini LED 这个光晕非常敏感，哪怕是光晕再小，你也能感觉到，那我不仅不太推荐你买这款的 Mini LED 显示器，也同样不太推荐你买其他的这种 Mini LED 显示器，因为就算再好的 Mini LED 显示器，目前来看，在一些非常非常极端的场景下，它这种光晕都是无法避免的。当然，其实我之前也说了，这个光晕其实并没有像你想的这么的严重，所以说，看个人需要吧。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这款显示器，因为它面对的主要用户还是这种游戏或者影音观众，对于这种游戏还有说观影也需求比较高。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对色彩准确度有非常苛刻要求的这种内容创作者，比如说你要输出这些视频是要用来这种商用，或者说对于色彩要求非常高的一些场景去使用，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太推荐选择这款显示器，因为它本身就算是再好的色准，它跟这种专业调色或者对于专业色彩调校比较好的显示器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毕竟它只是一个面向游戏和影音娱乐的显示器嘛，我们不能说既要又要还要吧，对吧？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充足，并且需要一台集高刷、4K HDR、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智能电视系统、不错的内置音箱、带音频回传的 HDMI 2.1 接口，并且带遥控操控于一体的显示器，并且还需要一台镜面屏的显示器，那么海信 GX 它是非常值得你考虑的一款。如果你对27寸还觉得偏小，也可以考虑海信后来出的32寸的 GX 版本。而且32寸的 GX 版本它是一区4灯的一个设计，理论上可以带来更好的均匀度和更好的视觉观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这些内容对于您的选购会有一些启发和帮助的话，也欢迎您留下您的点赞、收藏、关注。同样，如果您的身边近期有其他朋友也在选择显示器，也不妨把本视频转发给他，希望可以帮助到他。那么接下来我会将这台显示器和手中的海信 G7U、红米 G Pro 27U 以及它后面的这台 LG C3 OLED 电视，以及苹果的 MacBook Pro 的那块顶级 Mini LED 屏幕做一些对比。如果你希望看到这些内容的话，也请不要吝惜你的一键3连，您的支持是对于我最大的鼓励。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和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了解关于这款显示器的其他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进行友好的讨论。OK，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